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兵种优先应该要去培养哪一些统帅，哪一些统帅我是不太推荐了的。首先就是从骑兵开始，其实骑兵现在比较重要的是阿卡琉斯，就是你可以不需要拥有其他的轻兵统帅，但是阿卡琉斯你必须先要拥有。至于步兵的话，其实我个人会选择刘彻作为优先，你必须要先拥有的步兵统帅。当然有一些玩家认为说是孙武啦，那我觉得孙武其实也是很强的，但是孙武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拥有另外一个重击伤害的统帅才可以搭配使用会比较合适。那假设说你在没有其他重击统帅的情况下，反而刘彻你可以配合一些旧的统帅使用，就比方说你可以拿来搭配托俊金啊，可以搭配亚历山大啊，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统帅、领袖统帅之类的，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搭配重击伤害的统帅。所以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刘彻。当然这个有可能之后会有变化啦。至于工兵的话，大家也知道啦，优先要选择的就是秦始皇，这个是工兵统帅里面必须要拥有的。当然里程碑固然也是比较重要，但是这个早期大多数玩家都已经拥有了，所以我就不把它放在我这边优先选择上面。至于远程统帅的话，肯定就是攻沙洛，远程原型 AOE 目前还是远程统帅里面最重要的，还有最强的。接着第二优先必须要拥有的统帅，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版本更新，有可能有一些伤害的统帅会被淘汰，就比方说步兵跟骑兵的技能伤害统帅呢都会被淘汰，都会没落，所以那些技能伤害的统帅呢我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啦。工兵跟远程可能还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因为不确定官方会把他们设计在哪一个方向。不过据说3月他们会透露说会推出一些新的阵型啊，或者是新的一些机制之类的，那个可能我们再更新。至于骑兵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说在这么多的骑兵统帅里面，其实我不太推荐亚瑟王成为第二优先，反而江汉战会比较成为第二优先。虽然我在之前有讲过江汉战有很大可能会被淘汰，但是后来又考虑到他们全面要换成连击伤害统帅的话，其实江汉战的地位会比较不难被撼动，所以我会第二推荐是江汉战。步兵的话就是孙吴。那在你们已经有刘彻的前提情况下再去培养孙吴的话，其实这两个统帅还可以搭配在一起。前者骑兵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已经有个阿卡琉斯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搭配江汉战来使用。至于秦始皇这里工兵统帅呢，其实我会比较推荐诸葛亮。那李成桂是本来就已经拥有，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说优先去觉醒。至于远程统帅的话，其实是加查马达，但如果巴布尔的推出时间还算是比较新的话，其实我会想要推荐巴布尔，就是你们可以拿攻沙洛搭配巴布尔，但是考虑到后来官方推出了工兵统帅之后会推出新的远程统帅，有可能巴布尔的地位会不保，会被新的远程统帅给替代掉，所以我暂时还是把加查马达的位置放在第二位。就是你们可以发现到这边我推荐第二位的统帅基本上都可以跟第一位搭配的。至于领袖统帅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给一些推荐了。我个人是推荐赫克托尔，后来才去选择腓力。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去选择腓力啦，因为这个统帅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用途了，他的能力并不是很好啊，以目前的情况来讲。所以这边我就推荐了优先应该要去培养的统帅：骑兵、步兵、工兵、工程车还有领袖。那不培养的统帅有哪一些呢？骑兵这里开始吧。当然这边我选择的统帅呢不会说太接近啦。首先就是贝利，你们不需要去弄了。再来就是司机，也是不需要去弄，这个多数玩家都知道啦。其实霍去病也是在名单里面，就讲你们可以不用再去搞霍去病了，之后会全面转成连击伤害。而且我老是跟大家讲啦，除非你的王国可能是在 A 组以下的王国，或者是你是顺风的情况下，霍去病的报告或许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是逆风的情况下，或者是你在先锋王国战斗的情况下，其实霍去病的报告已经是不行了的，就是有一种感觉好像霍去病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好。当然也是要看玩家的操控方式，他的环境怎样，所以或许你们现在使用的时候报告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不能保证
身后期的报告也是很好的。这一步兵方面呢，虽然我是有说拿孙武搭配华莱士的报告是不错，但是也不太建议大家去培养华莱士，因为如果你当推出了一个新的统帅拿来搭配这些旧的统帅，他表现出来的报告呢还不算是非常夸张，就是差不多1:1的话，其实也是预示着这个统帅其实不太行了。在之前我分享的报告也是跟大家讲过，其实孙武 P 本身是强的，但是他搭配了华莱士出来之后的结果其实只是一般般而已。相反的，如果你们用孙武搭配刘彻，孙武搭配白起出来报告其实都是很优秀的，所以问题就出现在华莱士身上，而不是出现在孙武身上。我不太推荐大家再去培养华莱士啦。另外一个就是 CP 跟朗纳尔，这个相信也是多数玩家都知道，我一直在强调这两个统帅已经很糟糕了。当然也是有收到一些玩家反驳我啦，还是 IG 不同的战场不同的环境会有影响到你的统帅的表现。如果你是顺风的情况下，我说真的，你就算你是用理查，你打出来的报告都是赚了。至于工兵这边其实我没有太多选择，其实目前来讲多数工兵统帅都算是不错的，但是海尔曼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培养了。一方面是考虑到之后推出的新工兵统帅或许就是拿来替代掉海尔曼 P 的位置，而且我听说今年的年度统帅有很大可能是工兵统帅，但是我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推出，有可能是周年庆的时候会推出，所以有很大可能今年会推出3个工兵的野战统帅，但是这个我听说而已，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那到这里可能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说，哎呀，议员应该会推荐珍珠，不应该去培养，但其实珍珠不在我的排行榜里面，我觉得珍珠还可以，最主要工兵的珍珠还是一个未知数，你不确定官方之后会不会推出一些真实伤害的统帅，假设说真的是推出的话，有可能珍珠还会需要用到，而且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珍珠的表现还算是不错的，我们在打奥西里斯联赛埃及之战的时候，珍珠表现也算 OK， 所以我不打算把珍珠放在排行榜里面，反而海尔曼才是我觉得不太行的统帅。再来就是布迪卡，那工兵这边其实讲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其他统帅我觉得都还行啦，就是还是可以偶尔拿出来使用的。也有可能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推出年度统帅，如果是已经推出的话，可能工兵的选择会更加多，就是不想要去培养的统帅。接下来远程统帅的话就是玛格丽特，这个是已经在我的黑名单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过还是有一些玩家会去培养啦。另外一个远程统帅就是匈牙提，匈牙提这个我对他评价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好，你们可以看到早期我的统帅排行榜，匈牙提的位置都是在比较低的位置，至于好像阿方索啊、斯特凡啊、巴布尔，目前来讲还是 OK 的。至于领袖统帅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了，我是觉得图拉真是可以不需要再去培养了。虽然之前有说过什么图拉真你一定要培养啊，这样子你野战才可以获得胜利啊，你的野战表现才会比较好，但是随着版本的更新，其实图拉真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就连失落峡谷、日落峡谷的最强搭配呢都没有什么用到图拉真了。另外一个就是本多忠胜啊，其实本多忠胜在很早期就已经没有什么人要使用了，主要是他技能释放太慢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统帅的技能释放的速度都这么快，你搞了一个本多忠胜不是搞死自己吗？根本都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他被局限在于主将的位置啊，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们这边就做一个红绿灯吧，绿色就是 OK 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红色就是不太行的统帅，另外一个黄色是目前还可以用的，就是他的表现一般般啊，不算很强也不算很弱。首先就是亚瑟王还有贞德，其实也是在我这个黄色的排行榜里面算是 OK 的。威廉的话在灰色地带啊，所以我暂时不把威廉放进去，就讲如果你们是搞好绿色之后，你可以再搞黄色的部分。至于步兵的话就是白起，其实白起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啊。你们可以看到孙武白起的报告厉害，主要是孙武的问题，而不是白起很厉害。因为白起他受局限呢，还是在他的觉醒技能那边呢，所以有一点点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亚历山大，这个相信是大家没有想象到，他那个魔将其实还是很强的。再来一个就是托军金，其实表现也算 OK 啊，至少我是觉得说这两位统帅是比起大 CP 还有那个朗纳尔 P 还要表现的更好一点
另外一个工兵统帅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珍珠，其实是在黄色的阶段这里。另外一个就是里程柜，就是你们可以拿来搭配秦始皇啊，搭配诸葛亮使用都可以。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搭配诸葛亮跑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比较推荐就是搭配秦始皇，至少秦始皇它是有行军速度提升会比较好一点。但其实工兵有更加多的选择啊，还有包括亚述、巴尼拔也是 OK 的。当然，如果你们要搞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一个尼布啦，但是因为尼布它太旧了，再加上新的工兵统帅再多不久会出来，所以就暂时先保留这3个统帅。珍珠的位置会比较危险一点。再来远程统帅的话，其实巴布尔会在黄色地带，然后斯特凡也是会在黄色地带。那因为远程统帅并不是很多啊，所以也就只有这6位可以放进来而已。当然也是有一些紫色的，但是紫色其实我觉得一般般，不太推荐。如果你真的是要用紫色统帅的话，要么就是你的装备军器很强，你才可以用紫色的远程统帅，要不然就是你所打的 KVK 会比较弱一点，就比方说是 CD 主王国的 KVK 或者是 K2、K3 的 KVK 使用紫色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在先锋对方的装备军器都很强的情况下，你用紫色的远程统帅等于送死。至于领袖统帅的话，没有黄色的部分呢，我是觉得可以把斐利放在黄色的部分，把它移下来吧，因为我是觉得说它也不完全是绿色的地带啦，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黄色的部分，所以红绿灯这边就已经完成了，你们可以做一下参考。有哪一些统帅我是优先推荐你们去培养的，哪一些是不推荐去培养的，哪一些是还可以再去培养使用的。当然或许有一些玩家会提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统帅，就比方说骑兵方面可能会提到大卫四世，因为我在之前有讲过我有用大卫四世拿来野战使用嘛，就是拿来搭配亚瑟王啊，搭配阿卡琉斯出来的表现怎么样，其实真的是一般般而已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去搞大卫四世，就讲如果你是真的镜头多到爆棚，你不知道要去选择什么统帅来搭配的时候，或许你可以选择大卫四世，但是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没有必要去搞它，除非你是真的全骑兵玩家，你是真的想要弄7队6队这样子搭配，你才可以去搞大卫四世。步兵方面的话就是伊瓦尔，但是我看了不少的主播测试伊瓦尔拿去野战，其实表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而且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它比较适合做于集结统帅使用，而不是拿去野战使用。有一些技能它必须要在做集结的时候才可以释放出来，才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不太推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提到的，其实秦始皇是可以拿来搭配司机使用的。我知道骑兵跟工兵呢可能是会有一些冲突啦，秦始皇搭配司机要使用什么兵种？是使用骑兵的。我知道如果秦始皇他不是携带工兵的情况下，他的3位会减少，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们拿来搭配司机，他的3位就会提升，不管是攻击、防御、生命都会提升20%，所以这个方法其实是可行的，而且有原型 AOE 了。如果你们是纯骑兵的情况下，你可以挑战一下用秦始皇搭配司机，秦始皇做主将，但是用骑兵的装备，携带骑兵的兵种。另外一个强力推荐的就是赫克托尔，真的是什么统帅都可以搭配，骑兵、步兵、工兵都可以。如果你是现在使用纯骑兵、纯工兵、纯步兵，又或者是你要使用3队的工兵、步兵、骑兵，但是没有其他的选择的话，赫克托尔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大致上是这么多啊，就是有推荐、不推荐，还有就是在黄色地带，就是可能还可以用，但是不算特别强，也不算特别弱的部分。当然这个是我个人使用下来的感受啦，可能某些玩家他们在不同的王国觉得说可能红色的部分这些统帅在他们王国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那你要用的话可以继续用，但是我这边的考量呢是以先锋王国为准，所以大家的观点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当然呢，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